据新华社报道，土耳其国防部周一发布声明称，在侦测到库尔德工人党伺机发动大规模袭击后，土耳其军队从陆地进入伊拉克，发起了代号为"爪索"的越境打击行动。外界注意到，持续1个多月的俄乌冲突使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凸显，埃尔多安政府左右逢源是他选择此时出兵的重要因素。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土耳其军队当天凌晨对盘踞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实施了越境陆空联合打击行动。在炮火掩护和直升机、无人机的支援下，土耳其特种部队从陆地进入伊拉克北部地区。事实上，自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持续了2年的停火协议在2015年破裂后，土军多次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最近一次是在今年2月。这次军事行动呢，实际上是延续了这个过去2年的对这个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的总部的这个袭击。因为现在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呢，无论是这个美国、欧盟还是俄罗斯，实际上都是无暇难顾的。值得指出的是，库尔德人被美国视为在中东反恐忠实盟友，还利用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分离势力牵制伊朗。虽然美国官方将库尔德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但基于实用主义，美国前些年也与库尔德工人党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但美方对土耳其军队越境打击行为也长期态度模糊，美国赤裸裸的双标行为也引发一些库尔德人倒戈。2019年，一部分库尔德人猛烈抨击美国对他们的背叛，并宣布改为支持美国的死敌叙利亚巴沙尔政府。观察指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因此美方的模糊态度实际上是默认北约为土军行动背书。在土军这次越境军事行动的次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在执政党总部的一场活动中强调，乌克兰危机显示了土耳其对欧盟和北约国家在能源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分析认为，这是土耳其侧面向美国、北约和欧盟施压。美国近年来对待土耳其政府的态度与对待库尔德人一样摇摆不定。美国媒体去年就曾曝光，白宫内部还有声音讨论将土耳其逐出北约。美方还以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为由，将土耳其踢出了 F-35战机计划，甚至让土耳其政府已经支付的14亿美元都打了水漂。但乌克兰危机成为土耳其凸显自身战略价值的重要契机。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土耳其政府宣布根据蒙特勒公约，封锁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对俄海军实施只进不出黑海的措施。这一做法十分老道，将俄乌冲突局限于陆地，控制了冲突烈度，也十分符合北约极力避免直接介入战局的战略需求。还有一些因素同时决定了美欧等北约国家无法与土耳其切割。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布的一项定期研究，美方认为土耳其维持着北约内部仅次于美军的第2大规模军事力量，是该地区地理和经济层面上的巨人，发挥着欧洲和中东、中东和俄罗斯分界线的作用，更是欧洲与中东冲突的缓冲区。与土耳其交恶只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中东地区呢，特别是库尔德人事务这个问题，现在处于一个相对真空的状态。那么土耳其在这个条件下，它这个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打击呢，实际上它不会有承担太多的地缘政治风险。考虑到土耳其本身是北约成员，它实际上是现在这个美欧俄各方所争取的一个对象。某种程度上也是它利用当前的这个国际环境和地缘环境的一个真空，去谋取自身的一个利益最大化。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指出，乌克兰危机后，多国都对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而目前来看，土耳其是最早的一批成功者。作为北约成员，土耳其20多年来拒绝成为北约附庸的做法，让埃尔多安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保持了足够的弹性。借助这种弹性，俄乌上月底在土耳其谈判，土耳其还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军事装备合作方之一。这意味着，在目前危险的局势下，没有西方国家愿意与土耳其为敌。不过，埃尔多安此时决定出兵打击库尔德武装，或与土耳其明年将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有很大关系。观察指出，每逢土耳其选举，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力量就会成为打击对象。近年来，土耳其经济难见起色，乌克兰危机以来更是雪上加霜。据统计，该国3月的通胀率创下61.14%的历史新高，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严重。埃尔多安的民调支持率不断下滑，3月底已经跌破50%的安全线。2023年，土耳其要迎来这个新的总统大选，
那么现在执政的这个埃尔多安的面临了一些执政的压力，以这个保卫本国安全、这个打击恐怖分子为名义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实际上是有利于争取国内的民众的支持，来增强他的这个一个执政的合法性，巩固他的一个支持率。而土军在实际的选择上也明显与俄乌冲突有某种关联性。一是作为中东政治安全问题的主要域外参与者，美国和俄罗斯当前陷于乌克兰的激烈角逐之中，无力顾及土耳其的军事行动。二是土耳其作为有能力影响俄乌冲突走向的调停者，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需要争取土耳其的支持，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也就更无意在库尔德人问题上为难土耳其。而一边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欧美一轮又一轮的要求制裁俄罗斯，一遍又一遍的表达要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另一边则是残忍的寂静。过去24小时里，不仅没有任何西方政府谴责土耳其诉诸于武力，甚至都没有多少欧美主流媒体关注库尔德人的境遇。要知道，库尔德人也曾在伊拉克战争，尤其是 ISIS 扩张的那几年，被美国视为改变中东地缘局势的重要盟友，一如今天的乌克兰。但在美国撤离中东留下了一地鸡毛之后，库尔德人也随即成为了弃子。当然，欧洲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与中东自然不同，乌克兰也不是库尔德人。但在美国由全球范围的战略扩张逐步转向战略收缩之后，乌克兰政府与乌克兰人民有必要思考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选择才不至于今日之库尔德成为明日之乌克兰。好，谢谢张思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